3名军官走进北朝国防军事办公室，下一秒，这场蓄谋已久的军事政变一触即发。接着，中央广场的士兵开始行动，北朝总参谋长和总政治局长也相继遇害。另一边，伪装成韩军的士兵劫持了一辆美军的火箭车，对着不远处的关城工业园区发射了1枚飞弹。而此时的工业园区里，毫不知情的北朝1号人物正在这里视察。随着导弹在空中爆裂，转眼间园区里的人死伤无数。就在众人自救时，第2枚导弹再次向园区袭来。男人铁羽对着众人大喊躲避，但一切都已经晚了。导弹迅速在空中分离，无数弹头如雨点般向下坠落。暴露在广场上的人们来不及躲闪，纷纷被射杀倒在地上。眼前的一幕让躲在车底的铁羽彻底惊呆。偌大的园区广场上瞬间尸横遍野。这时，一辆军用卡车开了过来，下来的士兵长官直接射杀掉地上的幸存者。他下令绝不允许一个活口从这里逃出去。此时，北朝1号人物也不幸中弹，铁羽带着1号钻进了一辆中国货车里，在枪林弹雨下跟着中国车队逃离现场。可当车队开到南北军事分界线时，南韩的边境士兵坚决不予放行，大量人员车辆被滞留在通道口。此时1号的伤口血流不止，幸好这时一个中国大使走了上来。喂，你的领导！士兵接过电话，得到上级命令，立刻打开大门放行。可就在车辆陆续通过关卡时，一辆叛军的卡车也追了过来。为了不让目击者们逃走，叛军对着车队疯狂扫射，随后与南韩士兵展开了交火。铁羽趁机混在车队里通过了边境线。此时，青瓦台现任总统与候选总统正在青瓦台举行换届。当2位总统得知此事后，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，因为袭击园区的是来自驻韩美军，这势必会引发半岛局势再次紧张。此时，外交部前来禀告中国外交部，紧急要求韩方打开南部出口，让在朝的中国人撤离到韩国紧急避难。候选总统立刻同意了这个要求，现任总统见状也只好点头同意。就这样，混在中国车队的铁羽也成功的混进南韩。其实铁羽是一名退役的北朝侦察兵。1周前，侦察总局局长李泰汉找到了他，希望他去执行一个秘密暗杀的任务，目标是护卫总局局长朴光东和保卫总局局长金斗元。李泰汉告诉铁羽，朴、金2人正在密谋一起军事政变。由于他们身居高位，手握重兵，为了避免打草惊蛇，侦察总局决定使用不在职的人员去执行暗杀任务。作为曾经的王牌侦察兵，铁羽自然成了最佳行动对象。而且李泰汉向他承诺，如果他能完成任务，阻止政变的话，全家人都会成为守卫共和国的英雄。为此，铁羽接下了这个光荣的任务。然而政变开始，他阴差阳错的救下了1号，逃到南韩。当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汇报完后，李泰汉告诉他，叛军要把这起事件嫁祸给美韩。接着，驻韩美军在电视上发表讲话，被盗窃的 MLS 造成的袭击将等待政变结束后向北面问责。而此时的朝鲜高层也正在寻求立场。我明确的表示，你们后期平壤现在躲在我的掌控之下，并表明你们的立场。北朝竟然公开向美韩2国宣战。青瓦台内，南韩看到了这一消息，紧接着韩国宣布进入全国战备，联系美国国防部。美国建议使用核武器率先对北朝发动袭击，以雷霆之势解除北方的武装。如果让对方抢得先机，那么南韩的损失将无法估量。可候选总统却反对这个提议，他还是希望通过和谈解除问题，因为不论是美国还是北朝半岛，如果发动战争，那最终受害的还是南北2边的百姓。美国总统当然不会关心这些，他让青瓦台在36小时内做出选择，否则一切后果由南韩自己承担。另一边，铁羽得知宣战的事，立刻打电话联系了李泰汉。李泰汉告诉他，宣战只是朴光东政变的幌子，叛军为了防止前线部队回援平壤，只好对外发布公开宣战消息。一旦南韩率先发动战争，那就正中朴光东的诡计。很快，青瓦台得知这一消息，决定用1号作为条件与北朝政府进行谈判，希望北朝政府尽快平息这次政变。可就在双方高层会面时，突然遭遇了狙击手的伏击，双方谈判立刻终止。随后，杀手们开始疯狂追击北朝领导的车辆。铁羽见状，迅速追了上去，成功射杀了车上的杀手，但北朝领导的汽车也跟着摔了出去。铁羽赶忙过去救人，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车里的人竟然是朴光东。铁羽二话不说，直接射杀了这个叛军头子。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务，但是朴光东的死并没有换来北朝停战。铁羽渐渐意识到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，而这时真正的政变者终于浮出水面。此人正是铁羽的上级李泰汉，他是北朝主战派的头领。由于1号始终主张和平解决半岛问题，不愿用核武器实现国家统一，于是李泰汉带领前线部队策划了这场军事政变。现在保卫平壤的朴光东已死，李泰汉顺利占领了地下指挥部。而另一边，和谈失败让青瓦台彻底失去耐心。现任总统利用自己还在任期的时间，不再听取候选总统的建议，他准备对美朝实施核打击。一架 B-52战略轰炸机从美国本地起，核战即将开始。
韩国也开始集结重兵，朝鲜也是迅速的做出了战略部署。叛军冲进核基地，夺取核武控制权的手提箱。然而，想要发射核武器，就必须要拿到1号手里的密码箱，但1号下落不明，只能命令信息人员进行密码破译。而此时，载着核武的 B-25飞行员也在进行最后的密钥合作，而朝鲜信息人员更是不负众望，已经完成了核武密钥破解。李泰汉立刻下达了发射命令，可谁也没有想到，他的攻击目标并不是南韩，而是日本。一枚核武器从朝鲜半岛向美国本土发射，而另一边，美军的核武已经抵达北朝空中，准备进行反推。朝鲜舰队立即发射多枚弹道导弹进行拦截。随着核弹在空中爆炸，朝鲜军民振奋不已。随后，朝鲜将下一个目标选择了日本，高层更是一脸懵逼地看着朝鲜宣战的行为。而叛军李泰汉手上只有这一颗核弹，他之所以将目标从南韩改为日本，其目的就是迫使美国暂时放弃袭击北朝的机会，这样他就有足够的时间拿到其余核弹的密钥。随后，在李泰汉的授意下，北朝发布最新宣言，撤销了此前的公开宣战，并正告美韩不要轻举妄动，否则北朝的所有核弹会将日本夷为平地。作为一个政治老手，李泰汉的判断是正确的。为了保护日本，米国果然让南韩保持克制。既然北方已经取消宣战，他们自然不想让半岛局势升级，还美其名曰要考虑盟国人民的生命安全，这让南韩现任总统气愤不已。而这边既然争取到了缓冲时间，李泰汉立刻命人去杀掉北朝1号，并夺取密钥。当医院门口的士兵打开车门准备检查时，被车里的杀手打了个措手不及。驻守在周围的士兵立刻对着救护车发动攻击，可这时2个杀手从医院楼里闯了进来，直接偷袭吊天台上的士兵，抢占制高点。随后，杀手对着下面的士兵疯狂扫射，瞬间解除了医院门口的武装。杀手老大又炸掉了医院的供电系统，武装雇佣兵成功进入大楼。然而，楼内负责防守的士兵火力异常凶猛，雇佣兵很快就全军覆没。关键时刻，杀手老大扛起火箭炮，直接炸开通往秘密诊室的大门。此刻，铁宇为了保卫1号，和杀手老大展开激烈搏杀，但最终还是被对方抢占了主动权。杀手老大并没有射杀铁宇，因为他的目标只是干掉1号，拿走密钥。可当他掀开幕布后，这才发现躺在手术台上根本不是1号，1号早就被铁宇和同伴趁乱转移。作为跟随李泰汉几十年的部下，铁宇深知对方的行事作风，即便拿不到密钥，李泰汉也不会放弃对1号的暗杀。而且核弹密钥早晚也会被骇客兵全部攻破。他告诉同伴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以他自己为诱饵，对李泰汉执行斩首行动，然后把1号送回北朝，恢复原有政权。随后，铁宇带上 GPS 打开暗门进到隧道，跟着前来接应的士兵前往指挥部。而青瓦台此时也正在关注着铁宇是否能阻止这场战争，但朝鲜军方已经准备好最后的战争动员。而此时，铁宇闯进指挥部，劫持了叛军首领李泰汉，随后按下手表上的定位装置。韩国收到坐标的同时，铁宇也被乱枪打死。韩国军方立刻下令轰炸坐标位置，几十枚空对地也向坐标发射而去。伴随着核信号的消失，这场核战争彻底也扼杀在了摇篮里。最后，朝鲜叛军被灭，两国最终也达成了和谈，一场灭国灾难终于幸免。